了解一座城市，往往是从吃开始；理解一座城市，也是从吃开始。从美国这个美食荒漠刚到东京的前3天，我们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，用一条循序渐进的路线，体验都内最具代表性的美食，从最平民的街边拉面和牛肉饭开始，到猪排饭、海鲜饭，再到顶级的神户和牛，最后回到具有生活气息的横丁与居酒屋。这是一条为吃而设计的路线，走，一起去看看。从西雅图飞往东京大约需要10个小时，酒店在银座，不远处就是新桥，到达的时候已是深夜。谷歌地图显示附近还有一些开门的小店，于是我们立刻出门觅食。这是一个周日的夜晚，绵绵细雨配上湿润的空气，加上街道上水坑反射的微弱灯光，对刚来的游客来说，这是一个初识东京的绝佳时刻。附近的餐饮选择并不算多，路边的一兰拉面就算是到了深夜，也有游客在大排长龙。那现在饥肠辘辘的状态下，肯定是不想排队了。于是跟旭旭随意去了对面一家拉面店，名字叫做博多天神，是家连锁的博多拉面店。谷歌评分只有3点多，这个时候感觉也顾不上那么多了。所谓博多拉面发源于福冈，它强调的是最纯粹的豚骨风格，没有复杂的配料，也没有刻意的调味，只有浓郁的汤底、叉烧、葱、木耳丝。桌上的蒜、红姜和辣椒都可以作为 DIY 的一部分。面吃完了还可以免费加一次。要类比的话，它更像国内街边早餐面店，直接、简单，也很接地气。总的来说，这碗面算是中规中矩，吃完至今并没有留下太多印象。吃完拉面，我们在十字路口顺手买了一份鲷鱼烧。这种点心发源于东京，因为鲷鱼在日本文化中象征着喜庆，所以它的外形本身就带着祝福的意味。酥脆的外皮，甜甜的红豆馅，没什么复杂设计，主打的就是一种朴实的小确幸。吃完准备扔垃圾的时候，发现街上几乎找不到垃圾桶，据说这和当地的文化与安全习惯有关。日本文化中就特别害怕麻烦别人，同时也害怕垃圾会造成公共安全问题。本地人或许早已习惯，只是对于游客不太友好，迫使大家随身携带垃圾袋。好在看到前面有一家便利店，赶紧进去把垃圾处理掉。最近日本有一个词很火，叫做朝活，指的是在工作学习开始之前早起，留出一部分可以享受自我的时间。因为倒时差的原因，我们起了个大早，也来到筑地市场感受朝活。从银座到筑地市场是可步行的距离，晨间沿着这条路线散步，写字楼和上班族的身影也逐渐密集。原本的筑地市场是东京最重要的专业鱼市之一。2018年以后，承担批发职能的场内市场迁往丰州，这里只保留了场外市场。也正因如此，筑地市场批发功能削弱，但是零售更加热闹。刚看到筑地市场的牌子，我们就发现了人行道旁这家牛肉盖饭早餐。旭旭做了攻略，说这家是不少网红推荐过的名店，于是我们立刻坐下来，点了一碗牛杂饭和牛肉饭，它们都很新鲜，酱汁的味道控制得恰到好处，咸淡适中。我们一边吃一边看着石锅里面的牛肉咕噜作响，热气升腾，那种幸福感简直就是扑面而来。除了味道本身，能坐在这样一间小店里，看着东京在晨光中醒来，也是这顿早餐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别顿屋。吃完之后继续往里走，
看到的景象和国内的农贸市场并没有本质区别。水果串、小甜点拿下，炸章鱼、甜甜圈也不能错过。顺道我们还吃了一家内场的生鱼片饭，师傅把新鲜的生鱼片从鱼身上切下，经过调味后送到我们面前。旭旭至今都忘记不了那股鱼肉本身的香甜味。作为在海边城市长大的人，我不得不承认，日本在鱼生的处理和整体的用餐体验上，依然是遥遥领先国内的。这和新鲜程度没有关系，从鱼种选择、冷链处理、配菜搭配，再到调味方面，每一个环节都有清晰的生食标准。当很多地方还在讨论醉虾、醉蟹的寄生虫风险时，这里早已建立起一套成熟的体系来规避生吃海货的风险，包括前期长时间的低温冷冻，以及后期极其专业的刀工分切。换句话说，作为一个真正靠海吃海的民族，处理生鲜海鲜的系统与文化早已深深嵌入他们的生活方式之中。第一天的行程主要是陪着旭旭在银座逛街，顺便预约了附近的猪排店。这家店店面不大，藏在一片买手店的中间。我们找了好一会儿才到达目的地。虽然没有牛肉那么严格的划分，但是一般来说，本土品种的黑豚，还有稍稍次一点的三元豚，它们都是猪排店里的座上宾。不仅是肉质浓厚，有肉香的层次感，而且品质稳定，深受民众喜爱。常常可以看到日本主持人上街问路人是猪派还是牛派。看到这家猪排店里有很多白领来一起用餐，充满满满的仪式感。我们点了2份不同等级的猪排套餐，想尝尝区别在哪里。套餐里的汤汁十分浓郁，甚至可以说有点腻，应该是用煸炒过的五花肉和蔬菜一起煮的。猪排炸得饱满多汁，3种蘸料分别是柠檬盐、猪排酱、芥末。第一口是惊艳，第二口仍然赞叹，到第3口，油脂的存在感开始占据上风，再配上同样浓郁的汤，虽然别有风味，但是对我来说有些难以持续。和普通家常的肉猪味道不一样，这家日式猪排是用的半肥半瘦的猪肉，肯定有人享受这种脂肪包裹舌头的幸福感，但是以我对主食的标准来说还是太腻了，我还是投牛派一票。2份不同等级的猪排并没有调味上的区别，主要在于猪肉纹理和口感的区别。高级套餐里的猪排口感显然更嫩，更有层次感。Nice。日本在饮食文化上可以说是极尽标准化，猪肉有3、6、9等，那最讲究的牛肉等级更是非常严格。如果你跟我一样是牛派，那你千万要试一下我们接下来要去的地方，位于山并区的阿佐谷一番街的Sato烤肉。阿佐谷是一个结合了商业区和住宅区的小社区，如果你想体验街头生活和小店街，可以来这里走走。那么就是在这么一个小地方，有一个炙烤神户和牛而闻名的店面Sato。这家店常年位于东京必吃烤肉榜前10，以代表性的直球套餐出名，本意就是不靠噱头，只靠牛肉。他们家一共有3家分店，都位于阿佐谷。3家店相隔不远，但是每家店都是要提前1个月才能拿到位置的。我们提前预约了2客的直球套餐，这也是我们俩第一次吃神户牛肉。所谓神户牛，必须是兵库县饲养的顶级淡马牛，肉质和脂肪分布评分必须达标。Fatty tenderloin, fatty and also very juicy. Yeah. 而且数量稀少，饲养期长，条件苛刻，能够获得贩卖资格的店家更是凤毛麟角。Sato家的师傅会帮你把肉一片片烤好，还会向你解释每片肉的部位和特点，真的是非常有仪式感呀。直球套餐的菜单在这里，首先上来的是开胃菜，包括牛肉咖喱、小沙拉、水煮西兰花和一些蘸料、肉类，一共7种。开篇就是特级牛舌、特级厚切横膈膜和鹿儿岛和牛瘦肉。I heard it's very famous.
number Japanese top brown。每片都是软嫩多汁，配了4种蘸料，烤肉师傅也会给出蘸料搭配的建议。那第一道硬菜就是神户雪花和牛，一口下去，油脂在嘴里化开，融合了肉汁的风味，让人一瞬间不知天地为何物。那第二道硬菜更加实在，夏多布里昂肉。夏多布里昂 ，Yes, most expensive parts。可以说它是牛身上最顶级的部位。第一份夏多布里昂做成了盖饭，黄油酱汁搭上碳水，回味无穷。第二份夏多布里昂做成了和牛三明治，微微烤过的面包夹着夏多布里昂，每一口都是满足感。最后是用和牛菲力部位做的寿喜烧，裹上蛋液，配上米饭，刚好一小碗。主食我们选了冷面，酱汁酸酸甜甜，非常爽口。甜品是抹茶冰淇淋，可以说是相得益彰。这个套餐人如其名，非常直球，和别的和牛店相比，没有多余的鱼子酱或者是松露之类的点缀，就是原汁原味，用牛肉打动你的味蕾。人均140刀，完全能吃饱，性价比很高呀。Which one is your favorite? Origin spice. Yes. 跟以前吃过的有完全不一样。确实不一样。了解，来。总体来说，神户牛肉口感绵密，入口即化，几乎吃不到结缔组织，同时可以感受到口腔被肉汁和脂肪温柔包裹，却完全没有油腻感。因为它们的脂肪和三文鱼类似，富含不饱和脂肪酸，熔点极低，仅靠舌温就能完全融化，所以入口毫无油腻感。此外，由于严格的饲养管理，神户牛运动量很少，肌肉纤维细，结缔组织少，也几乎没有筋。这种结构让脂肪和肉汁在口腔里几乎融为一体。用絮絮的话来说，像云朵一样化在嘴里。当然，好的食材还需要配合训练有素的烤肉师傅。合格的神户牛成品对炙烤火候、切割厚度，甚至摆盘的顺序都有极高的要求。这一套下来，真的是食材和工艺的完美结合。美国的牛肉说实话也不差，我们来之前还开玩笑说希望值回票价，结果体验下来后完全是 next level， 是不同的口感和体验。肯定啊，我看网上都说特别好吃，就是没有差评，而且在那个 Table Log 的那个评分上，他们家可能能排到整个日本烤肉的前10。那为什么开的这么偏的地方？不知道。我们还跟师傅说，强烈建议他们把店开到夏威夷来，吃完再沿着阿佐谷的小巷子走到地铁站，体验这片街区慢节奏的生活，真的是很完美的体验。还有个小商业街。你要逛吗？我不逛了。那我们地铁站。当你对仪式感没有太多追求，只是想纯粹喝酒撸串，那居酒屋便是你的不二之选。不管是独立店家，还是包含了一路居酒屋的横丁，都是非常不错的体验。甚至可以说，居酒屋文化是东京夜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这次我们也分别在室内和户外体验了一番。第一天晚上，我们先去了位于六本木5丁目的居酒屋 Jomo， 需要提前在 Table Log 上预约位置并下单。这家店紧靠地铁站，在一个大斜坡上，进门先脱鞋，店门和窗户都开着，好让烤串的烟味都散出去。木地板席地而坐的形式，小而拥挤的空间，烟雾缭绕的环境，应该正是它的卖点。作为上班族们下班后的私密空间，居酒屋就是要够随意、够放松。我们点了一份博多风味的牛肠锅和几份烤串。博多风味的牛肠完全咬不动，和期待的韩式烤牛肠的口感完全不同，很肥很硬。但是牛肠锅的汤底非常香，是鸡汤熬制的口味，浓稠鲜美。菜单上也有用这个汤底配饺子的吃法，可能会比牛肠锅更能让人接受一些。烤串则是鸡肉串较为出色，别的表现平平。第二天的新宿私出横丁和鸠猫的气质完全不同，
如果说鸠芒是把日式下班生活精致化，那么四处横丁和精致完全沾不上边，甚至是恰恰相反，显得有点简陋。出了 JR 新宿站西口，走路2分钟，我们就来到了这条又窄又小的居酒屋一条街。但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，却蕴含着浓浓的昭和回忆和审美感。不管是灯光、褪色的招牌，还是红灯笼或者铁皮，一下子把食客带回那充满人情味的昭和时代。在当今效率至上、焦虑情绪盛行的年代，斑驳的一砖一瓦都会让人触景生情。要是能像以前那样，只要拼命就能向前走，那该多好呀！我们在拥挤的小巷终于找到了一家还有空位的店，随意点了些，喝了2杯 highball， 感受着这里的独特氛围。除了这些久负盛名的主餐美食，东京同样以它丰富的甜品店和咖啡店闻名全球。旭旭是甜品迷，也是咖啡迷，于是我们也打卡了几家著名的美食店，比如说 Bios 家的松饼， M Donuts 家的甜甜圈。咖啡店我们则去了浅草寺的 Fogland 和神保町的豆腐。虽然 Fogland 曾被评为世界上最好喝的咖啡，但是我们都更偏爱豆腐咖啡独特醇厚的风味。好了，这就是东京美食特辑的第1期。我们出发前也做了详细的美食地图研究，我把它们以地区分类整理出来了，放在屏幕上，大家可以截图保存。下一期我们的主题是购物，探索六本木、表参道、涩谷的不同体验，也看看银座和新宿为何魅力减弱，歌舞伎町又是怎样的不夜城。下期见。